俺邻居拆房子拆出来200块银元。哦，你看我100块钱一个买来，吃不吃亏？别弄成假来了。现在100买银元，你根本不用想，也不可能买到真的。那银子现在卖破烂也能卖200多了，我先瞅瞅吧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我邻居抢2万块钱。哦，我当时追的比较急。你看看，只要不吃亏就行。你这100%不会假啊！我看这状态，这都是一眼开门啊！这100一个买回来，我都不敢相信。你平时谁敢真便宜收银元？我看你这状态还都不错嘞。但是你这种包浆，我看这都是传世品相，这从房子里边拆出来不太现实吧？目前我没看到有假币，依我看全部为真。恭喜你，要账成功，全部都是真的。你可得看仔细一点。我朋友说有可能是假的。哦，他说这放在地底下，银元都应该带铝锈。那按理说应该是带铝锈才对，因为银元是9银1铜，它里边含了有铜。这个铜啊，它遇到潮湿的环境，应该生铝锈才对啊。而你这大部分这都没有铝锈啊，那朋友的猜疑也是对的，但是银元确实不假啊。但是这些银元，我邻居说是放在房梁上的，所以没有长锈也正常。这我还不知道听谁的。那你听谁的都无所谓了，只要银元是真的就行了。因为这些银元现在在你手里边了，别人再过多的分析，这都是多余的。银元确实是没啥问题，只要那邻居啊他不反悔，这不就齐了吗？他还真反悔了。这2天他一直准备给我打电话，说他不抵账了。人家二手回收店了，给他800块钱一个。那你这算是有纠纷了。本来你这是2万块钱抵账回来了，我刚才还说你这是大赚特赚，现在人家也找到人回收了，那这现在差价还很大，对吧？你这个实在不行，你叫那个差价补给他，我感觉你应该也不会吃啥亏。我肯定不给他补差价，我就告诉他这东西已经卖了，不就没啥事了吗？嘿，那你说这话，说实话，谁相信啊？那邻居现在肯定也是咄咄逼人啊，因为现在人家已经达谈到价格了，就欠你2万块钱，人家转手卖给别人16万，那俩中间还差14万，14万对于咱个人来说，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了。我刚才就说，对你来说。不吃亏也是有原因的，我简单的看了看啊，你这些银元里边啊，虽说都是常见的年份，但是整体品相还都不错啊。这里边我几乎没有看到有那种带大伤带戳的，但是里边应该也有，毕竟200块，对吧？只不过我暂时没看到带伤带戳，算是其中的一方面。当然事情也有两面性，因为银元也有那种带板的，你像带板的肯定比一般的值钱啊。再加上有稀少年份之类的，那就更值钱了。就你这200块来给你看吧，都按通货来价钱来估吧，你这200个20万。那我这一次不是赚18万吗？这比干什么生意都挣钱。那是，这我不能轻易还给他。说实话啊，男子汉大丈夫，能屈能伸。之前恁邻居不懂，你2万买200块，你是属于大赚特赚，赚大便宜。但是现在人家已经给他报价了，那你只能恁俩坐一块儿。好好的商量商量了，或者啊，你补差价给他，毕竟这东西是人家的。前2天是他的，现在已经是我的了。你这有没有那种假的？假的200块，我去还给他。你说的怪好听，我建议你别闹，因为这个真假银元区别很大。再说那邻居，对不对？买200块艺术品，那几块钱、几十块钱一个的成本，这差价太大了。说实话，你这得担多大的责任？这事可不能乱来。好歹那都是邻居一场，千万不能这样搞。我建议你啊，恁俩还是商量着来，尽量呢把这个事啊完美解决就行了。银元给你先报回去。不商量了，这东西都是我的，我报价。那你看着办吧。俺这俩孩子为了这5块银元大出手，这局面我是收拾不住了啊！你帮我看看该咋分。2个儿子分5块银元，其实根本就不用大出手，直接变现，2人分钱不就行了吗？来，我看。关键是已经给他俩分清楚了。现在是大儿子先给他弟弟，大儿子给他弟弟不愿意，说分给他弟弟的银元太值钱了。那你这5块银元，这除了这4块常见的云南半圆龙之外，
另外一块这竟然是手制双龙币，那问题应该出在这个币上。可被你说着了啊！大儿子说那个大的价值上亿，那是嘞。你说我们普通人家，哪有人会有那贵的银元呢？你说的对，我们普通人家没有上亿的银元。这个手制双龙币如果是真的，价值啊确实过亿了。不过我看你这个咋是黄了呀？不认识了，还以为是黄金呢。倒是你另外这4块云南半月龙，说实话很常见，也很便宜。这恁大儿子如果当真的话，那他们俩不生气才怪嘞。可被你说着了，我大儿子说我2口子分家相天，给他4个有破有旧的小银元，给小儿子有贵又是黄金的大银元。那从表面上来看的话，确实容易产生分歧。毕竟这2种银元，你看大小、颜色不一样，加上你这俩孩子对银元又不懂，所以啊，容易产生误会。你不知道，这个家务事难断。对，其实我也是无心之举。那是嘞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打心眼的，真没有好吃过比。你说的对，这个清官难断家务事儿，这做父母的心情啊，我能理解。关键是现在啊，你看人人都有手机，这上网一查，大概价格它就有可比性了。你无论咋解释吧，他们对银元又不懂，只认价格，他肯定不认你说的话。可被你说着了啊！这一次我老2口可算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了啊！你今天得给我做主看看他们到底能值多少钱。你先别着急，其实我说完价格你该笑了，啥事儿没有，不要有压力哈。你这个事儿啊，其实非常好解决。就拿你这个手制双龙币来说啊，这个是当年为了慈禧祝寿而铸造的银元，全世界范围内，它的存世量现在可知了呀，也就2枚，1枚在博物馆，另外1枚它是通过拍卖会拍卖到个人手里边。现在可估的价值啊，一个手制双龙币大概在大几千万一个。乖乖嘞，我真不知道这一块银元能值几千万啊！这还是我以前在俺家老房子里捡的。这么贵的话，这个事儿就不好办了。其实很好办，我刚才说了，这个双龙手制币啊，它是银元，但是你这个我看不是黄金，你看它这个做工非常粗糙，这一看就是黄铜，这洗的那干净，我只能说啊是老假。个人看的话，分文不值。你可别开玩笑了。分文不值，那小儿子该不愿意了。好歹也分给大儿子4块银元呢。哎，这4块，这是云南的半元新龙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，但是也很无奈，目前价格并不高，因为他们的整体发行量比较多，虽说是龙样哈，但都是民国那时候发行了。你这些整体品相算是通货状态吧？我说句不好听的啊，兄弟俩为了这几块银元生气，真是不值当了。因为这一块云南半元老龙啊，这市场价也都200多块钱。一块是假的另外4块都这么便宜。对，这传出去恐怕让人笑掉大牙。这事儿弄的你说该怎么办？其实非常好办，分家啊，讲究一个公平公正。你把他弟兄俩叫在一块儿，好商好量嘞。要么一个人要双龙，要么一个人要这4块银元，要么4块云南半月龙，一人俩，剩下的这个双龙变现。哎，这剩下来兄弟俩平分。如果说这个双龙值5块钱，一个人分2块5，值1个亿，一个人分5000万，就把问题啊交给他们自己去解决。老板说的对，对，这么难办的问题，经过你这一分析，我这啥都懂了。告诉他们兄弟俩一句话：钱财乃身外之物，兄弟俩的感情才是最真挚的。回去吧，回去吧。好，我没想到今年运气这么好啊！溥仪皇帝的妖定被我给揭露了，我这普通人就直接一步登天了。溥仪皇帝的妖定，这上面并没有任何落款啊，器型重量倒是接近无量的妖定。这东西是哪来的？这是我朋友他家里传下来的。他这前几年欠了我10万块钱。把这个拿出来，相当于跟我抵账了。正儿八经的，溥仪妖定，10万抵过来了妖定。恕我直言啊，我看你这个倒像新的，钉子确实是银的。如果是家传下来的话，它外边应该有包浆才对。溥仪是清代的皇帝啊，那时候的妖定并没有这么长，也没有这么薄。这10万块钱，这哪有漏尖？漏大了，我跟你说，我都找专家看过了。因为它没落款，比较特殊，最低200万起步啊。我准备买房买车养老了。这想法确实挺逗的，买房买车养老都给整出来了。这如果真能买200万的话，我能给你找来很多。银子成本它也不贵，才几块钱一克。这还真不是银呢，
专家说有可能是白金。这世界上就这一个，你想想，皇帝用的，怎么可能是银呢？专家的话，你还真未必都要信。清朝那时候啊，凭借当时的技术，还真提炼不出来白金。再说白金也不长这样啊，颜色也并没有这么白。比重的话和黄金一样重，这托起来200克一大管。如果这个东西真是溥仪皇帝了，你想想几百万的东西，他咋管会10万块钱抵给你嘞？你不可能，你也不太了解我朋友这个人吧？典型的败家子一个。我跟你说，因为他太爷爷小时候是溥仪的跟班嘞，所以才有这个东西。我发现你这个人啊，非常好忽悠。别人说什么就是什么，你这都没自己的主见，显得有点幼稚。你想想，能单凭对不对？专家说值200万，他都能200万吗？我也感觉事儿有蹊跷。我找的专家，给他800块钱的鉴定费之后，他问我想不想卖400万，帮我介绍更高级的专家，鉴定费得1600。你看看，你找了这专家原形毕露了吧？其实他们的目的啊，根本不在乎你的东西能卖多少，关键是要你的鉴定费。给1600能卖400万，给3加2岂不是能卖800万了？对，差不多就是这样的。所以我来问问你，看看到底值多少哎？你这幸亏是损失了800块钱的鉴定费，这都是小钱。你按照专家的套路啊，他是希望你能带着东西去找他们。你想想，你去某一个地方，来回路费、住宿、1日3餐，这都得花不少钱。而且他们是摸准了你想卖200万的心理，趁机啊给你推荐更高级的专家。光鉴定费这一项你都得花好多钱。而你想想，200万马上就要到手了，所以他才会给你提出各种费用，把你的钱包给掏空。最后你这个腰锭肯定也给你卖不掉，因为你这个腰锭本身不值钱。第一，年份并不老，过去的腰锭啊都有落款，比如说溥仪那时候发行了，打了有宣统年，对吧？或者是引号的名字。第二，这并不像你说的是什么白金，因为那时候清朝的科技它达不到，这是其一。其二呢，像我说的比重也达不到，所以你这个腰锭啊很明显就是银的而已。200克一大管，市场价也就1000多块钱吧。才1000多块钱？对。你这价钱是怎么估的呀？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！我给你开啥玩笑啊？我也不是随便开玩笑的人，因为我看着你这腰锭很新，并不老。如果是老的话，像5两的腰锭啊，好歹也得值个大几千块钱，所以你这个就是单纯的一个银价而已，1000多块钱的样子。那听你这么一说的话，那我朋友和网上的专家都忽悠我了呀，这。对呀。我这发财梦，那这不是相当于还没做就行了吗？对啊，你这是如梦初醒，这结果对你来说未必就是坏事。我建议你啊，把东西还给那朋友，10万块钱的账，他也不是小数目，拿这个抵账明显亏大了。网上专家的那个800块钱的鉴定费，你都当吃一堑长一智够了。还是有点失落啊。对，这事整的，你看，都怪我异想天开了。没事，哪有谢谢你啊。没事。我不相信俺家会有那么值钱的银元啊！俺堂兄弟既然要我分200万给他，天天去我家闹。你这个银元不仔细看的话，它就是一块3年的冤大头。你仔细看这个地方，确实是有一行英文字母。这个银元啊，就是大名鼎鼎的签字版冤大头。对他们说的就是什么签字版，还在网上找什么外地的专家看，说最少值500万。那如果这个银元对的话，值500万也确实无可厚非。因为你这个银元状态、品相各方面来说还都不错，这银元在你手上，咋恁堂兄弟要搁你这分中200万，这于理不通啊？其实这个银元是俺奶奶，10年前去首饰店准备给我加工银手镯的，银元都给师傅了，结果我又撵着要回来了。当时我都纳闷，给他们呢明明是一个白的，到我手里现在变成这样的了。所以自家的银元啊，无论在任何时候，一定要保证不能离开自己的视线，避免啊被别人给你调换了。我当时就怀疑被他给我调换了，因为年龄小，也没好意思张口问。你这没问不当紧，你知道你这个银元如果是对的，就平时我们个人建的银元啊，和这种签字版冤大头比起来，那可是小巫见大巫了。因为这种签字版冤大头属于央币，在过去啊压根儿就没有发行过。要不是今年过年，我堂兄弟来我家一趟，我也不知道这块银元这么贵重。你说我们个人家里怎么会有这么贵重的银元呢？我跟你说吧，这种签字版的大头啊，
咋说哎？我们个人家里边没有，因为这种样币在过去管理很严格，常人啊根本就接触不到。就像你刚才说的那样，给别人一块白色的，结果换过来一块黑色的，这很明显啊，就是别人给你调包了。所以那老板傻了。我用一块普通的银元，他会给我发一块几百万的币，这不可能啊！在利益面前啊，是存在这种可能的。我刚才说是真币价值才500万左右。那如果是假币，别人稳赚不赔。就以10年前为例吧，一块无伤无戳的袁大头啊，市场价在800左右。如果带个板的话，那就翻番，品相好一点，翻几番都有可能。而他拿了这一块给你调换的话，最少啊能赚你几百没啥问题。不可能，我唐永利在网上都估过价了。这一个给480万，另一个给500万。网上的估价都是噱头，价格给你报低了，哎，对你也没什么诱惑力。具体值多少钱啊，还得看实物的状态。而你这个签字版啊，连我这一关恐怕都过不去。样币啊，必须得是全身版。你看你这壁面压力很富，尤其是它这个内齿，哎，基本上有很多都是弱打的。我看这个边齿啊也砸不出手，充其量也都是一块真银假币呗。那你这样说的话就不对了。那为什么网上专家能给几百万？这怎么解释？那我只能这样告诉你，网上专家给你报高价，那都是骗局。他们只为骗取你的这种各种鉴定费、拍卖费，抓住你啊想卖高价的这个心理特征，使劲的割你的韭菜。当你带着银元啊风尘仆仆的去找到他们，到最后钱也花了，银元100%也给你卖不掉。现在有很多人啊吃这上面的哑巴亏，因为像这种银元啊，说实话它就值100来块钱。你和我唐永利说的正好相反，值100多块钱的话，那我让他去鉴定拍卖吧。你让他拍卖，你能有这种态度啊？足以说明你是少有了人间清醒。让咱唐永利去试试也行，不然啊，他一直缠着这个事儿不放，你们之间的这个兄妹感情啊，也会有一定的影响。但是你让他记住一句话，你过去啊就是卖银元了，在他们没给你钱之前，让他千万记住了，1分钱也别给他们。说实话，你为了这100多块钱的东西，别到时候再花个几百、几千、几万了，说实话，那就是吃大亏、上大当了。你这个问题啊，一定得跟那堂兄弟一定得说清楚，避免出现上当受骗。行，你说的话我一定给他带到，谢谢你啊。没事，拿回去吧。我前两天撒网撒出来一个铁疙瘩当场有人愿意出2000块钱买走，我没理他，你看值不值5000？撒网撒出来铁疙瘩，这不太现实啊。因为铁疙瘩有那么沉，我先看看啥东西吧。这哪是铁疙瘩，这分明就是50两的大银锭。撒网咋可能会撒到大银锭呢？这银锭好歹30斤重了呀！耶，说出来你也别不信啊！为了撒这个银锭啊，我的渔网都烂个大窟窿，确实是撒上来了。反正我是第一次听说撒网能撒到大银锭了，但是看你这包浆啊，又不是水坑出来的东西。银子啊，长时间浸困在水里啊，它不是这种包浆，字口倒是挺清晰的。这一看，这都是玩熟的状态。你这卖5000的话，这属于瞎卖啊。说实话，我对这个东西啊，确实不太懂啊。既然你都说它是银子了，那银子这几斤重的，应该也不会太贵吧？银子大盘价6块钱一颗，1斤3000。说句不好听的，你这个就是当破烂卖。最少也能卖个1万多，乖，卖破烂都能卖1万多吗？对。那如果不卖破烂，岂不是更多吗？对。那我这老表都是想耍赖，借我1万块钱，2年还不还我，给他当破烂卖了。啥意思？你这说半天不是撒网撒上来的，不是撒网撒的。我说你撒网撒的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撒到一个银锭啊，因为银锭比较重，它又不是鱼，会漂。我这拿了俺老表嘞，他欠我1万，2年没还我了，我这拿他的东西出来不是抵账了吗？这个欠账还钱，天经地义，拿别人的东西抵账可以，但是你这价格绝对不能乱卖。本来是别人欠你钱，你这因为自己不懂行，你卖不好，说不定到最后你得欠别人钱。不会啊，这个是俺老表上个星期才买的啊。他说了，他都花2000块钱，我想着能多卖点，多要5000呗。5000，你想都别想，能玩得起这种50两重量银锭的人啊，他都不是一般人。他说2000买的，那纯粹是忽悠你，啥都不懂。刚才我说卖破烂能卖1万多，那只是一疙瘩银子价，但是像这种保存品相
这么完好的50两大银钉实在太少了。平时啊，你稍微懂一点常识的人根本都不会当银价卖。你这个是光绪年间的典型的商钉，可以通过钉子上面的落款看得出来，属于我们河南本地的钉子，4口全身打，钉面包浆，这都是一眼货。包浆属于酱材，而且都已经入骨，真假你都不用担心了。因为这种钉子在过去你看有很多钱庄已经检验过了，耳朵也非常漂亮。有的钉子啊，它的耳朵太薄，容易开裂，而你这个几乎是没什么磨损啊。包括钉子下边你看这都是传世的状态，再看蜂窝也是非常清晰，这种蜂窝啊很自然，整个钉子属于完美品相。这么跟你说吧，这种东西没10万你还真买不到。10万？对，俺老表这隐藏的真深啊！那是欠我1万块钱，2年不还我了。他竟然有钱买这东西。按理说1万块钱确实不多，既然那老表有钱买这么贵重的钉子，就是不还你钱，也确实太不地道了。是的，既然他不地道，那也别怪我无情了。他做初1，我做15，这个东西啊，我给他必须卖了。你先别着急，这一时半刻，这东西卖了也都是你我一句话的事儿。我觉得啊，对你来说，目的不是买钉子，而是得拿回他欠你那1万块钱。这东西他都给你了，你害怕他干啥呀？对不对？我是趁他不注意拿来。因为我今天要用钱，打电话，他说没有现金。你别傻了，把银钉的事赶紧告诉他，你吓唬他一下也行，可千万不能给他当真卖了。你最主要的还是希望他还钱。你赶紧给他打电话去吧。好，如果他要是不还我钱呗，到时候我再过来找你。他必须得还你钱，这个钉子给这搁住了，是不是？好。我这有一块孙小豆金元我媳妇非得说值好几万，可把我气坏了。一气之下，我修理了他一顿。能值多少钱啊？一言不合也不能动手。像孙小头啊，也有贵的办，我先看看是啥的。你都不知道啊？像这种孙小头啊，我家里边也有，和这个一模一样，一块就值几百块钱。你这个小头，这都已经评级入盒了。虽然说评级没给分，但确实啊，不是普通的小头，这种是小头里边的名誉品，上5星。我可不管它是上5星还是上4星，跟我家里边小头一模一样。无非也就是外边多套了个盒子。其实外边这个盒子是 PCGS 打的，打盒的目的啊，就是检验银元的真假，分值越高，也就说明它状态越好。你这个虽然说没给分，但是实物状态很漂亮啊，尤其是它的发丝，这一根一根的，买的时候恐怕是真不便宜啊。专门为这件事，我还请教了我老伙计。老伙计咋说？这一块小头啊，别人给我600-700，他最多给我999，3个9，这数字很吉利。就是你这个老伙计心机太重了。你像普通的上6星小头，回收价确实是600左右。这个上5星给你999，完全是看你啥都不懂，想按普通小头的价捡你的大漏，那你确实是啥都不懂。听那老伙计的话，回家动手打恁媳妇儿，恁媳妇儿这打挨了太亏了。我觉得他一点都不亏。你只要告诉我值几百，我就不动你了。非得说我值几万，这不是耍我了吗？恁媳妇儿我还耍你了，只不过是你不懂银元罢了。上5星和上6星啊，就这一点区别，你看一下，但是它价格区别还是挺大的。两口子过日子有争执很正常啊，你不能说少不如你的意，你就可以肆意的拳打脚踢啊，这很容易给恁的婚姻造成伤害啊。伤害就伤害了。没结婚之前，我媳妇说她爸要送几万的陪嫁。结果就值几百块钱，还竟然对我说谎。哎呀，冰冻3尺非一日之寒，你也别因为这个事儿跟恁媳妇儿再闹了。确实你是对恁媳妇儿产生误会了。首先啊，恁媳妇儿这块孙小头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发行年份是1912年，而我们常见的孙小头那都是1927年之后，民国10几年后发行的。这个是孙小头第一个发行的版，也就是说从年份上最大的区别。另外，你这个孙小头啊，和常见的那个上6星其实非常好分辨，就是字面的这2个地方，然后五角星显示的很明显，因为这个上5星版啊，当初就短暂发行了几个月吧，所以你细看，它这整体啊都是深打，尤其是它这发丝，一根一根的，堪比9年金发。
而我们常见的顺腰头就没这种现象了，因为常见的顺腰头啊，铸造量数以亿计，它这个模具用了再用，使用率过高，所以品相各方面和这种发音量少了没法比。建议你这个上5星状态不错，你即使现在买的话，恐怕也得几万块钱吧。不可能。如果真值几万的话，那我伙计不至于说只给我999吧？这还不是闹着玩的吗？那伙计确实是给你闹着玩的。你想想，几万的银元给你999，这开价简直连陌生人都不如啊！咱毫不客气的说，你都拿着这个银元，你随便去找人估价，也不至于说只报999啊。你也不用替俺媳妇说话，我知道你都是为我好，也不往俺朋友身上泼脏水。那肯定不会往恁朋友身上泼不上水。至于能值多少钱，我建议呢，还是多找人估价。倒是你这动手打恁媳妇这个事儿，你得回去好好的想想，看咋给他赔礼道歉吧。我还是找人问问价吧。对，反正我是不信这银元能值几万块啊！谢谢你啊。没事。这大过年的真丢人啊！今天全乡亲对俺家见家长，可怜巴巴的就给我一块破银元。你这个银元不错啊，原汁原味的唐继尧的侧面像，你该不会看它小就认为它不值钱吧？不是我认为它不值钱，是我家里面人一直认为它不值钱，还不如1000块钱的红包呢。主要是你们对银元不懂，这种唐册平时在我们这里并不常见，而你这个我简单的看了看，壁面确实是无伤无戳。包浆是属于原味的，虽说稍微有一点流通痕迹，但并不像你说的不如1000块钱的红包啊。我们这里有个规矩，未嫁人的女孩，第一次去拜见男方的家长，必须得给一个大红包。哦，这个规矩我知道，长辈给女孩子红包就表示对女孩认可，女孩接红包就表示对男方家比较满意。就是这个道理。当时这个红包我在咱家都没好意思拆，回家一看是一块银元，俺家里面人都挺失望的。失望主要是你不了解它的价值。其实这个银元寓意挺好的呀，咱中国人讲究天圆地方，银元又谐音姻缘，过去结婚下彩礼都要求用银元，表示这个婚姻圆圆满满。送给你银元啊，也是辩证法的，相当于是送给你钱嘛。关键是这块银元又小又丑，看着也可别扭，还没俺家袁大头一半大嘞。哎呀，因为它这个唐册面值是半元，袁大头相当于是1元，它这个重量刚好是袁大头的一半。因为过去银本位的这个情况下，2块唐册才能兑换1块袁大头。俺妈也是这样说的。俺家袁大头最多卖1000，这个最多值500，这分明是看不起俺家。你们这样想的话就完全想错了。这个唐册虽说比袁大头轻一半的重量，但是现在它和袁大头早就不是这个流通货币了，当然也不是按大小重量来折算的，所以更不是越轻越小越便宜。袁大头虽然说现在值1000，但是500的话，你走遍全世界也买不到这种唐册。你这话啥意思？难道是银元越小越值钱吗？银元不是越小越贵，银元是越少越贵，物以稀为贵嘛。这个唐册啊，其实就是唐继尧的侧面像，其实这就是典型的军阀币。提起来这个军阀币啊，大家都知道这个共和啊、吴朝啊，一块都得10来万、几十万。但是唐继尧的军阀币在民国那时候啊，在云南大量流通。而唐继尧军阀币常见的有2种，除了这个侧面像之外，就是它的正面像。正面像它这个发行量比较巨大，常见的现在市场价3000左右吧。而这种唐册就相比正面像就少很多了，根本的原因就是这款银元设计的就是有点丑，这看上去啊，唐继尧不是太美观，大概市场上就流通了几个月吧，所以现在市面上你几乎看不到唐册。所以恁男友给你家这个唐册啊，也算是给你一份惊喜吧。这不懂的人哪有惊喜？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让别人看，怕别人笑话我。现在谁还笑话谁呀？你放心大胆的拿出去，这银元又不是假的，这壁面这都是一眼开门的包浆，这块啊是属于原汁原味的状态。毕竟在过去这个多少流通过，目前市场价也非常可观。大几千7、8千块钱还是有的。你可别给我开玩笑啊！没有，可把你话当真了，说不定马上都卖给你。没事，你给我留下，我给你数钱，这不带给你开半天玩笑的。有你这个银元可见啊，
你这个男友家的长辈啊，其实对你还是比较满意的，不然不会把这么贵重的银元交给你。既然现在你也知道它的这个价值了，具体该怎么做决定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我还是自己留着吧，毕竟是长辈送的见面礼，这卖了也太不尊重人了。对，留着吧，以后缺钱的时候可以随时变现。好，谢谢了。没事。老板，哎，我100块钱收了一个开德的，但是用吸铁石吸不动，吸不动，你看值不值2000块钱？你这猛一看外观，确实和铁疙瘩比较接近，这外边都有锈了。如果真是铁块的话，2000块钱恐怕没人买吧？对了，我感觉也不是铁，不然的话，那一个老头这个工人他光给我2000，这里边绝对有大文章。既然用吸铁石吸不住啊，这说明它绝对不是铁。你看上面刻的还有字，而且它这个造型呢是中间窄，两头宽，形状有点弧形，拖着重量大概有12-3两，而且你这个底部啊还有蜂窝，这个应该是12两半的银锭。没有12两重量啊，用我的秤一称，只有9两重。这重量啊说的差不多，跟你差不了。有差异很正常，现在的秤和过去的秤不一样。1两错着重量的，现在1两50克，过去1两37.3克。按你说的9两重，应该就是过去12两半了。重量咱先不管它，我这100块钱收来了，现在人家又给我打电话又不卖了，你看这2000块钱，卖你这2000块钱卖，你我现在我没办法，咋就办法这个事儿？那既然人家不卖，把东西完璧归赵还回去，虽然说你能对吧？有人给你出2000，能赚1900，但是你也不能因为这1900给人家卖家生气啊。都是那个退休老头叫曹二货，他认识卖我东西那个人，不然他咋敢给我打电话这事儿？那既然事儿已经出来了，你就给人家好好的协商一下，因为你这个并不是什么铁块，我刚才就告诉你了，这是银锭啊。你看它这虽然说生锈了，但是它这个锈生的呀明显不同，铁生的是铁锈，而你这个明显是包浆。咱说句不好听的，你即使卖破烂卖银子，也不止给2000块钱吧？那你说卖破烂的话，这7两多了银子能管卖多少钱呢？因为我没有卖过银子，我也没收过银子。我请教你一下，你说说。请教谈不上，这个银子现在大盘价按6块钱一克来算吧，因为你这个是过去的银锭，它的含银量在98%以上，卖破烂的话大概在2500到3000左右。但是你这个银锭好歹是完好无损的东西啊，你像平时收一个好用的东西，它也不能按破烂价来卖吧？那肯定的了啊。我一个能用的东西，肯定是一个好价钱的，对不对？那对，这难道不能卖钱？还不成吗？那你说句实话，你看现在的旧银子卖的话，这东西确实是一个银价而已。现在银子不值钱，但是你这个很明显是有古铜属性存在的。一般像这种中间窄、两头宽的银锭，大多数啊只有南宋时期，才有这样的器型。通过上面的字口，你可以看一下，八节，坝南节溪，这是银号的名字。吴良辰，这说明是指定的人，这个麦记银，也就是当时上缴的官银，因为当时宋代啊有12两半的这个重量，这个年代距今已经很早了，所以说你不能按银价来算了。字口说实话也是非常的清晰，保存的比较完好，整体吧有一点流通痕迹，很正常。你就按现在晚清那10两的锭子来估的话，对吧？字口清晰了都过万了，而你这个又比10两的重，年代又那么久远，依我看啊，现在也就是1万多的样子吧。这真挺1万多的话，那我肯定不会卖给2000块钱卖给那个老头了，那是，还不如卖给你香的，对不对？你这个锭子我真要不了，因为你们仨现在有纠纷，像你说的主家不愿意卖了，毕竟好歹这个锭子是人家的，你出100块钱买回来的价格和这个行情价明显不对称。你先别算能赚多少钱，别因为这个东西啊，你和别人闹了不愉快。我忽悠你嘞，人家根本没有说不卖。我也就是想套套你的话。那是卖的人多多，我这东西不显得些贵，是不是？对，说实话，100块钱买回来的确实捡大漏。你也不用给我玩心理战，回去把你的这个纠纷啊妥善处理好。这个东西啊，永远都是好价钱。你问问事，先别着急出手，说不定以后还有个好价钱呢。行，先谢谢你啊，老板。好，没事。好。